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身上的瓜，概括起来就4个字。有人质疑他学历造假，出身平民，凭什么可以获得中央戏剧学院的文凭？即便是专科学历也不行。有人嘲讽他不懂穿搭，分不清春夏秋冬，30多摄氏度的炎炎夏日，给自己套件大棉袄，是不是脑壳有病？有人吐槽他口哨嘴，台词都念不清楚，还是演霸道总裁，气质不足而油腻有余，演技真的不存在。不过，除了外界的质疑、嘲讽和吐槽，也有人说他是内娱的新晋顶流，不急不躁，不卑不亢，谦卑自牧，像个勇闯娱乐圈的老实人。他为何如此饱受争议？是谁在骂他？又是谁在粉他呢？人红是非多，这句话一点也没说错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认识一下这位爆火的内陆青年男演员程毅。程毅，男，2025年6月26日出生于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，本名傅诗琪。辰溪县是个人口仅30万的小县城，如果20年前有人说这里会走出一个大明星，恐怕会被人骂他神经。程毅的爆火其实早已注定，但命运一开始并没有眷顾他，甚至还有意冷落他。所以一开始，程毅就是一个不被看好的孩子，在家中排行老3，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，这也造就他做事安静沉稳的性格。程毅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在程毅的童年记忆里，电视机是陪伴他最长的东西。他喜欢看武侠电影，看断刀客，看成龙的蛇形刁手 A 计划，看李连杰的黄飞鸿系列。他常常蹲守在电视机面前，幻想自己就是电影里面的侠客，仗剑走天涯，行侠仗义，惩恶扬善。记得小时候走在路边，看到顺草堆里长得像剑的枝条，就会捡起来，即兴表演电影里的武打画面。他的记忆力很强，只要看一遍就可以把电影里面的武术招式比划得有模有样。可以说，那时候的他就已经暴露出了演戏的天赋。但少不更事的年纪，谁会考虑自己的将来呢？随着年龄的增大，他看着身边的伙伴，要么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外出打工，要么是家里还多少有点家底，毕业后就回家帮忙继承家业。程毅不想走父母的老路，家里的条件更不支持他跟别人比，于是程毅心里就只剩下一个念头，那就是把书念好，一切美好自然会发生。初中升高中，成了一个分水岭，学习成绩一般的人退出了赛道，程毅成了少部分恪守读书改变命运的人。在用功念书的同时，他也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：我以后长大了能做什么？但那时候是没有答案的。迷茫的青春总会伴随着遗憾，程毅的遗憾是，就算自己再怎么努力，埋头苦读的3年，还是没有办法把自己送到梦寐以求的大学——上海复旦大学。他希望自己脱离小县城，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。但是这个梦想破灭了，间接地引导着他走向了另外一条崭新的道路。为了远离自己厌倦的城市，程毅选择了只身一人勇闯北京。那时候流行一句话：想要成功，就去北京混几年。程毅去了北京，偌大的北京高楼林立，程毅昂着头，看得头晕目眩。最开始，他在北京4环外找了个出租房，想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，但这一切对于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来说，谈何容易？因为刚踏入社会，没有任何经验，没聊几句就被人拒绝了，工作没着落，带去的钱又所剩无几了。为了节省开支，他经常饿着肚子，每天吃1桶泡面。家里人知道他的处境后，让他尽早回去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接受家人的建议。家人打了路费过来后，
他乖乖卷铺盖离开北京。但就在他走到北京西站的广场上时，他看到了广场上的招聘群众演员的广告，1天50元，包吃包住。程毅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，立马两眼放光。他心里有个声音不停地告诉他，不要回去，不要回去。竖这个广告牌的人并不知道，15年后的今天，他为一个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在广告牌的指引下，程毅联系上了剧组。当时在北京怀柔有个影视基地，除了浙江的横店，这里是全中国最大的影视作品孵化基地。程毅二话不说，就踏上了去怀柔的班车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瞒着家人的，因为他已经做出决定，不成就一番事业绝不回头。到了影视城后，程毅被安排到一个房东家里居住，房租不用交，但是要扣他们的工资作为房租合伙时费。在等待剧组来挑人的日子里，他度日如年，看着同院子的其他人被剧组挑去演戏，程毅既羡慕又嫉妒。好在终于轮到了他，他参加了多部电视剧和电影的拍摄，只不过他扮演的是一个没有台词的侍从，演了几个穿厚厚道具服装，被奥特曼打来打去的怪兽。当拿到工资的那一刻，他开心极了。虽然1天50元的工资被房东扣除20元过后就只剩30了，但靠自己能力赚钱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。正因如此，程毅非常珍惜他被挑选出演每一个角色的机会，即便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他都要猜测角色此刻的内心，把龙套演员演出自己的心得和体会。这份认真和沉着，造就了他日后潜心打磨演技的那股子韧劲。他的努力和专注被一个同样是跑龙套的大叔看在眼里。终于有一天，大叔提醒他：“年轻人，凭你这份热情，你应该去更专业的地方深造一下，将来必定大有可为。”或许这位大叔也跟别的年轻人也说过类似的话，也或许是想把他支走，少一个人竞争。但程毅更远愿意相信他是命中的贵人。在详细了解之后，他偷偷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，最后成功被录取。现在看来，这位大叔跟功夫里面卖周星驰如来神掌的乞丐一样，注定会改变剧情的走向。从中戏毕业之后，程毅逐渐崭露头角，代表作品一部接着一部流离沉香如屑。沉香重华底线莲花楼的推出，把程毅带到了公众面前，他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。程毅爆火后，为了挖他黑料的人用心良苦，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，每一个名字都看了个遍，都找不到程毅的名字。殊不知程毅只是他的艺名，真正的名字是傅诗琪。程毅虽然是半路出家，但他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，周围的人都有目共睹。他参演的每一部影视剧里，都能看到他成长的足迹。他的实力在以观众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，他的成功不断被大众认可。在电视剧《琉璃》中，程毅饰演的雨丝凤是黎泽公弟子，金翅鸟妖族，聪明冷静，理智自持，是黎泽公主与典情谷女弟子浩凤所生。她与玄机、敏言一起，在与魔族抗争的过程中历练成长。程毅将雨丝凤这个角色的性格特点和情感变化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深受观众喜爱。在电视剧《沉香如屑》中，程毅一人分饰3角，分别是应渊、唐周和玄烨。无论是天界的帝君应渊，还是人间的唐周捉妖师，亦或是上古恶灵玄烨，程毅都用精湛的演技赋予了角色不同的魅力，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赞誉。程毅一路走来，其实并非一帆风顺，他所遭遇的坎坷和困境，前半段跟我们所经历的并没有太多区别。唯一的区别在于，我们和他相比，除了颜值，还输了执着和认真。江南春说过，世界上最可怕的2个词，一个叫执着，一个叫认真。认真的人改变自己，
执着的人改变命运，相信什么最后就能成为什么。程毅的成功，相信少不了这4个字的加持，所以他才顺利的走到今天。成名后的他，看不到什么架子，也不耍大牌，这在手指破了个皮都忍受不了要去医院的当下，来自小县城的程毅就愈加显得弥足珍贵了。嘿，他整容的，说他学历造假的，讲他口哨嘴吐词不清，说他神奇的穿搭，这些实际都是挖不到黑历史的人，在鸡蛋里挑骨头罢了。程毅是艺名，诚意诚意，有诚有义。他之所以起这样的艺名，不仅代表了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，也体现出了他的人品。这是一个以作品说话的时代，手握资源，认真对待，拿出12分的诚意来，这已是诚意做出的最好回应了。当一个炙手可热、昙花一现的流量明星并不难，难的是当一个兢兢业业、没有黑料的明星。程毅的未来必定充满无限可能，凭借他对待事业的态度，相信一定能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好作品，让我们一起期待他更加精彩的表现吧。